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关心一下，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立刻关注哦，今天贺锦丽、川普这个美选的第一场他们两个人的交锋辩论，那我们看很多的这个报道啊，接二连三的全部都开始在针对花絮也好，针对两人的交锋也好啊，陆陆续续的这样端上台面。当然，大家关注是谁表现得更好呢？那我们先来看看，现在贺锦丽的表情包也翻红哦，就是人家截了他好多图哦，微笑啊、摇头啊、困惑啊，大家都觉得说，这样子的表情包，有的人觉得挺好的，就反映出来他的真诚。那也有人讲说，这是不是不适合当总统的一个象征呢？所以有这种两极化的一个反应哦。那川普说要送他一个 MAGA， 就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帽子哦。那贺锦丽就是把手靠在下巴，摆出一副很有趣的表情。可是一个总统角色，然后是以表情取胜的话，这真的对他加分吗？可能对年轻人来说是挺亲切的哦。那另一方面呢，川普跟贺锦丽他们也不管这个闭麦原则，在静音的时候频频向对方插嘴，当对方有指控的时候，就是不时的插嘴来这个辩驳反驳对方。那但是呢，在这个辩论结束之后，又有一个是不是会影响到最后选情的一个动摇性的一个影响呢？我们看到小天后，不算小天后了，天后泰勒斯哦，她在 IG 上面宣布说支持贺锦丽，终于被民主党给等到了。上次她也是支持拜登哦，但这次迟迟没有表态。不过呢，我们看到她刚刚的发文还抱着一只猫咪哦。他讲说，2024年在总统选举里面，他会投给贺锦丽跟华兹，选择支持贺锦丽是因为他相信，他有相信的权利哦，这些价值是需要他来捍卫的，而且他这个照片其实有玄机哦。他是要怎么样呢？他是要 diss 那个范斯，就是因为范斯之前不是讲说没孩子的养猫女士吗？所以他最后自己署名也是没孩子的养猫女士哦，等于说他这一番话也帮忙替下一回副总统的辩论掀开了第一波的战火。那我们看到这个也有一些这个美国的媒体曝光了这样子的即时民调，有63%的选民认为贺锦丽胜出。当然，这个也是比较偏民主党的这个媒体来调查的，因为也有很多这个比较偏共和党的声音是觉得说，明显啊，这个川普表现的就是比贺锦丽来得好啊，所以现在双方都觉得自己表现的挺棒，连川普自己在结束之后啊，都觉得自己表现的太棒了。那我们来看看现在这个。川普哦，他讲说，现在统计的结果出炉，这场辩论当中，川普和拜登辩论时一样，比起贺锦丽多讲了5分钟的时间哦。那事后呢，贺锦丽团队还呼吁川普说要再来第2次的辩论，所以大家再等等看吧，会不会有第2次的交锋？那两个人正面交锋包含哪些话题呢？首先来看一下这个贺锦丽团队本来在这个辩论之前就讲说，他们要采取一个激怒川普的模式，然后他们也对外说，他们达成了。他们有成功的激怒川普哦。那川普的攻势呢，就讲到贺锦丽政府的移民政策让数百万的罪犯进入到美国，导致犯罪率上升。贺锦丽立刻反击就说你自己本身就是被起诉的罪犯哦，所以这个回马枪这个打的也是挺狠的。那再来看看川普还讲说，移民政策会吃掉美国人的宠物，人家就讲说，你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很狂妄的一个发言呢？但是呢，他在讲的时候，竟然 ABC 的主持人也跳进来反驳这件事情，就被人家质疑说是不是不太公平怎么主持人加入了辩论？那我们来另外看一下贺锦丽的攻势，他就说呢，居住成本对于我们来说，真的太高了。但是呢，这就是你川普留下的烂摊子导致我跟拜登必须要来收拾这样子的一个烂摊子那川普反击，他就说我有关税，但是没有通膨我的经济很糟糕，正是因为通膨真是动摇国本、分裂国家那这个现在就是你们这个民主党造成的这样的一个经济问题，而且这是前所未见的。那后来最终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晶片战这件事情。贺锦丽是讲说，川普你对中国大陆不够强硬，你怎么是把武器，就是这些晶片卖给了中国大陆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两个人的交锋。Resulted in a trade deficit, one of the highest we've ever seen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He invited trade wars. You want to talk about his deal with China? What he ended up doing is under Donald Trump's presidency, he ended up selling American chips to China to help them improve and modernize their military, basically sold us out. What Donald Trump did, let's talk about this, with COVID, is he actually thanked President Xi for what he did during COVID. Look at his tweet. Thank you, President Xi, exclamation point, when we know that Xi was responsible for lacking and not giving us transparency about the origins of COVID. They bought their chips from Taiwan. We hardly make chips anymore because of philosophies like they have and policies like they have. I don't say her because she has no policy. 对，川普讲说这些晶片是台湾卖给这个中国大陆的哦，所以这个锅甩了过来。那在这个美国自己本身哦，全部关注度都在美选辩论上的时候呢，其实中俄他们也有一些军事上的动作。他们现在在海参崴启动了大规模的军演，莫斯科就说是从地中海到太平洋演习的一部分。换句话，是不是中俄用大洋包围反包美国的联盟呢？那俄罗斯的这个国防部就讲说，他们有这个包含了4艘的这个军舰，这是4艘的中国军舰，还有1艘的补给舰和俄罗斯的舰艇哦，一起在海参崴，大陆念就海参崴了，来进行这个大洋2024的军演，那就是要捍卫海上的交通跟海上的经济活动哦。那俄罗斯他自己是出动了400多艘的军舰、潜艇，还有这个支援舰艇来参加这个大规模的演习。那它这个大洋包围的方式呢，包含了太平洋、这个北冰洋、地中海、波罗的海还有里海哦，要从一直持续到从现在持续到9月16号，所以这个时间规模都是前所未见的。那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中俄更反击的力道更大？你要在我这边第一岛链，我就用一个大洋反包围的方式来跟你美国叫板。那另外呢，日本的媒体也讲到说，现在大陆的军舰呢也去到了日本的领空，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消息竟然没有使用热线沟通哦。明明之前已经有设下了热线啊，是不是反映出来热线只是图具形式呢？因此看起来好像在这个很多快要擦枪走火的战争点上面，这个中美之间哦，他们也是要赶快设下停损点。那包含了像是南海，他们用高层视讯对话，就讲说一定要维稳现况哦，不能够让南海这边变成下一个未爆弹。那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今天这个两人美选辩论的表现呢？这个辩论我看了哈，那个川普是表现正常啦。卡米拉他是第一次面对全美国的民众哈，他们这个民主党的测试就是说让这个美国民众知道他的价值哈，他的这个哈，他能够升任美国总统这样的一个职务哈，我觉得他表现的比预期的好啊，就是这次表现这个哈，我觉得表现最差的是那个主持的那个电视公司叫 ABC，他2个主持人啊，基本上哈加入辩论。他不是提问，他直接加入辩论，直接反驳，直接反驳川普，让卡米拉没事干，这个就变成就是说，他可以去主持，变成本来是1对1的一个好辩论，变成3对1，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对川普是一个加分，因为本来他就质疑不公平。对，其实川普就一直认为美国主流媒体啊不公平，对他不公平。那这次不就证实了这就不公平嘛？对，你再怎么讲一个好公平的竞争哈，你那个主持人不要加入哈，对，也出拳辩论了，也加入出拳。攻击其中一个参加辩论的一个选手，对不对？裁判直接出拳打选手，那这有点这个在全世界人家看到说美国媒体这些媒体他们念的那个新闻学是不是跟我们念的不一样啊？媒体要客观公正，既不客观也不公正，自己加入一起去打，而且在辩论会啊，我觉得啦，这个是帮了卡米拉的倒忙。当然啦，不出意料，所有的美国的媒体啊，主流媒体啊，大部分啊都认为卡米拉碾压川普，把这个川普打得溃不成军，然后呢
还有媒体 CBS 啊什么出来，就是说哈，这里面有8项这个错误的讯息 ，false information， 就6项都是川普的，是吧？这个也错，那个就马上拿事实来这样子哈。那可是呢，很奇怪的，因为我除了看到美国媒体的第一时间的报道啊，我也看就是说他在这个不同媒体上面哈，这个所谓的电子媒体上哈，他这个实况转播的时候啊，下面那个观众的评论，那支持的川普的，事实上多于支持卡米拉的，所以就变成观众的反应跟媒体的报道哈，我觉得有一个很明显的落差，所以现在就不晓得了。可是就是说，卡米拉的表情之丰富啊，从喜怒哀乐、怀疑、犹疑，然后有一点失落，有一点挫折感，到最后有一点茫然，什么表情都有了。我看他的表情大概有差不多10几种表情。他是要凸显跟拜登的不同，是不是？那这里面就变就是说，当你笑得很开心的时候，人家会觉得你洋洋自得，你砍了川普一刀，可是他被川普砍的时候，他的脸上又很失落，所以就变成他都喜怒哀乐全部在脸上哈。我看有一些喜怒形于色哈，所以就有一些我看有一些在看的那个观众就说，这个东西如果说是一个国际上的政治场合的话。有点不太适合了，沉不住气。就变成就是说，人家就变成就是说，这个会质疑他对大场面他这样子的喜怒形于色是不是恰当？那当辩论上面的话，那又要说就是又是这个主办单位的题目设计又有一点在就是说完全要修理川普的意思，去问他一些问题说，如果你这次又输了，你会不会又搞一次那个2000年那个1月6号的事件？然后你认为你上次选举到底是赢了还是输了？所以这些问题事实上好像是帮卡米拉在问问题，不是说我今天拿一个舞台让你们两边把你的政见说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我们还要一下，你看美国媒体的反应，我觉得。未必反映出美国选民的真实的对这场选举的真正的感觉啦。真正的感觉，我看就是说未来的1个礼拜要看一下民调，可能会比较清楚。好，请教申峰哥。这个想当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讲到政治行为那老师想办法都会让我们去看了一个录影带，那就是甘乃迪跟尼克森选举的电视录影带，因为那也是一个电视辩论。改变了美国选举很重要的一幕，也研究政治行为。从那时候开始，我大概对历届美国总统的选举辩论，我都蛮关注的。那我只能讲，在一代不如一代。美国总统的水准是一代不如一代。今天呢，看完了之后有人问我说，对他们2个人的辩论怎么样？贺锦丽是比想象中来得好，川普大概就。照我们想象中的演出，但是这不是重点，重点，各位想一想，将来要影响全世界命运的4年，就是这2个当中选一个，你觉得呢？搞不好你公司的老板的水准都比他们高，我敢这样讲，这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的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假如以过去这几年。中国大陆在国际社会展现出来给人家看的国家领导人跟国家领导团队以及他的治理绩效，跟今天所展现出来的，你觉得输赢之间是不是已经看到了什么？或许因为民主选举让我们看到了表演赛，但是这个表演是人民需要的吗？为什么我这样讲？对美国今天讲起来最重要的问题，今天没有人碰。美国今天发展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每年的赤字预算怎么解决？高达35兆的美债怎么解决？一个国家一个公司嘛，很简单，明年的营业额是负债的，而且已经负了好几年了。那总公司的资产是大大的负债的，比营业额不晓得多了多少倍。那这个不是才是一个美国的总统、美国的国家大政所应该的解决的问题吗？那
ABC 只想办法要去修理川普。ABC 的题目，假如今天公正一点，以国为念，真的由美国心为念的话，应该问问这2个未来的国家领导人、未来的总统，你们怎么解决美债嘛？因为美债不只是美国的债务，也是世界的灾难啊！你们怎么解决你每年不断增加的这个债务？因为这个是环环相扣的。有没有人谈到？没有人谈到。好，我们再来看看，因为是 ABC 主持的台 ，ABC 是在做球，所以另外一个涉及到美国是不是能够伟大，是不是能够维持它的霸权，很重要的经历呢？那只要问一件事情，摆明一下，请问美国的军工能力还能维持多久？可以让你维持你的军事霸权，可以维持有多久？哎，这都是很现实摆在那里的挑战呢。结果呢，2个人的表现是什么？因为题目出得很差，所以2个人的表现一点都不像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所以今天有一个朋友，一个前辈问我，他说：“哎，像我啊，你看这2个辩论，你有什么感觉？”我说：“啊，萧伯对萧安啊，疯婆啊对狂汉。你觉得？”我这个话虽然是重一点，但他听的他是蛮有经验的老政治家了，一听就哈哈大笑，嘿嘿，那就不行哦。疯婆对狂汉是很严格的批判，但是因为主持的电视台出的题目是在做球，对于美国的何去何从，没有人在意，所以讲难听一点，这个辩论赛就是一个政治娱乐节目而已嘛，他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它会改变我们的命运。好，来请教舰长。当现在美国正在辩论，全世界在注意的时候，其实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了，也就是俄罗斯现在跟中国大陆进行这个等于是全世界规模的这个军演，从地中海、里海、波罗的海一直到太平洋。那这样的军演啊，其实前几天就可以看得出来，但是我必须这么说啊，以前我们都认为啊，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他所公布的讯息是最及时的、最完整的，现在也不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说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刚刚讲到说，有派4艘的军舰以及1艘的补给舰啊。其实这个讯息是什么时候公布的？这个讯息是9月9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公布的。可是这件事什么时候发生的？9月7号。也就是他隔了2天才告诉我们，这个跟台湾的国防部有没有点像呢？根本不是像，根本就是一个模子打出来的。那我们来看这样的兵力，其实只有这样吗？好像也不是。那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啊，解放军的这一个055万吨驱逐舰，只要它有远海的动作的时候，都会出现另外一条船。也就是815的电子侦察船，我们在这一次果然就看到了，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055的无锡舰啊，那他们先后的穿越过了这一个对马海峡哦，那直接进入日本海，因为一开始公布的时候，其实说这个演习只限于日本海跟鄂霍次克海，鄂霍次克海在哪里？其实它就在库页岛以东。然后在北海道以北，那个勘察加半岛以西的这个地方哦，那其实还有没有别的兵力加入嘞？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要仔细观察的。为什么？其实可能有075哦。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8月17号，其实呢有另外2个兵力，也就是052跟075这个2栖攻击舰其实穿越了宫古海峡，去哪了不知道，目前也还没回来。那这就是我们讲到说，这样的一个演练，以前我们都认为这样的演练，哎呀，他们是去不同的地方。不，我们看7月的时候，也是2个兵力不同的，然后一个是通过中古海峡，一个通过青津海峡，结果他们一起到了哪里？一起到了阿留申群岛这里。所以当中俄进行全世界规模的军演的时候，我们看看美国的兵力有在太平洋存在吗？没有。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马上来关注一下哦，俄军是不是已经兵临红军城的城下了？我们当然还是用地图来显示哦。现在乌克兰在红军城实施宵禁，因为俄罗斯人距离这边不远了，所以他们现在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宵禁的行动哦。那为着要提高警觉，只剩下最后的1里路，那估计还有2万多名的居民仍然在这个红军城其中哦。我有看到一些他们当地的报道，就说他们已经开始有一些人已经要撤离了。那让人蛮不舍的是说，有一些老人家他们就选择留在这边，然后跟他们家里面的年轻晚辈就是道别哦。所以年轻晚辈就开始撤离，然后老人家就说现在也走不动了，就继续留下来在红军城这边哦，希望不要有太大规模的这种伤亡出现。那我们来看一下哦，现在目前在距离红军城非常近的这一个库拉霍沃城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了。这个现在目前俄罗斯转往这个库拉霍沃来，这条路来攻过去红军城，因为这边的防守可能是比较乌克兰防守的更。就是等于说更严密一点，所以他们现在拐个弯，从旁边从南面来攻这个红军城。那再来我们看看，还有这个相关的报道是说，这个他们其实俄罗斯在顿巴斯的主要目标其实不是红军城，是库拉霍沃，因为库拉霍沃呢是有非常多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在这边的位置，所以他们其实是要断掉这个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可能再往这边过去，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在打这个库拉霍沃。那这也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哦，暗示着这个攻击战略位置以及军事基础的位置哦，不单单只是占领特定的城镇。也就是说，之前我们有一些军事来宾哦跟我们分析的，是不是它是一个大乌东策略哦？所以他现在不只是要拿下红军城哦，可能连包含其他地方通通都要拿下来，才是他现在一个主要的目标。俄罗斯说他们现在顿巴斯加速攻击，不愿意和谈。8月以来已经夺了1000平方公里这样的一个土地哦，的确现在大家都在争取，是不是在美选之前能够占领更多的土地，来作为接下来日后的一个谈判立基点。那现在俄罗斯在库斯克这边也开始攻击这个库斯克旁边的一个城市哦，叫做霍夫仓斯克的周边地区哦。那霍夫仓斯克又在哪儿呢？我们来为大家画出来。库斯克在这边呢，那霍夫仓斯克在这边的位置哦。所以他现在已经开始在攻其他的位置，想要赢得更多的赢面。那库斯克这边现在目前的局势看起来对乌克兰是不利的，有这样的报道啊，他们说现在克里姆林宫的军队正在这个顿内茨克前线挺进，而基辅的军队呢，则是在入侵库斯克之后，就是从基辅调派过去的人呢，现在已经被困在俄罗斯境内，被围住了。那这个乌克兰是不是现在强弩之末？昨天有一个突发消息，他们有144架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这是空前的一个动作跟场面哦。有72架在布扬斯克州上空，还有20架是到了莫斯科州，14架呢是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库斯克，还有另外13架是在杜拉州，另外还有其他5个地区的攻击定点。那这样子的一个攻击会是一个最后一波的攻击吗？泽伦斯基就讲说现在因为红军城真的是已经被包围了，需要赶快请盟友们在9月份就把你们承诺过要给我们的一些武器赶快送到这边来，不然我们的军队恐怕少了这些武器可以做这个抵抗啊。那另外这个乌克兰的总理也讲，哈尔科夫现在目前的热电厂都已经被摧毁了。换句话说，现在目前天气越来越冷，冬季要到来了，可能又要有40万人要离开乌克兰，这是目前眼前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在乌克兰内部其实现在是有2派不同的一个看法。对于泽伦斯基是有一个怀疑的态度，因为泽伦斯基不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内阁改组嘛，他们内部的声音是认为说，这个改组的时间真的是再糟糕不过了。我们只是累了，并不需要新的部长，我们需要的是新的士兵所以民调机构在8月份调查，泽伦斯基的支持度从今年的1月份
份的69%，现在下降到45%，因为他们认为就是阵前换将乃是兵家大忌，你怎么会在这个时间点，突然换了这个国防部长跟相关的一些官员哦，所以导致他们前线更加的混乱，因为这个可能刚上任的官也不知道怎么样调度，他不是那么的清楚状况，反而造成了他们的前线混乱。那还有很多乌克兰年轻人希望赶快透过谈判来结束战争，但是前线的官兵却是不同意停战的，也就是说双方是这样子，战斗人员跟非战斗人员呢关系越来越紧张，这是乌克兰现在目前内部的状况。那现在以巴也好，俄乌也好，两场战争到底该怎么样结束，变成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今天美选的时候，不论是贺锦丽、川普也都有提到这个问题。川普讲的是什么呢？他说我希望战争结束了，这样才符合美国的利益，不然可能会导致第3次世界大战。他说如果他当选的话，他会让普京跟泽伦斯基赶快达成协议哦，因为美国对乌克兰援助太多。贺锦丽就反攻他说如果你当总统的话，现在普京就做到基辅了，意思就是说如果川普当上了美国总统，乌克兰就消失了。那川普就反击他哦，讲说不会啊，如果是他当总统的话，普京应该会很高兴，因为他就不需要再继续战争了。那反过来，以巴战争又变成了这个民主党的短板了。川普就讲，贺锦丽在纳坦雅胡访美的时候避不见面，代表说，你这是讨厌以色列。如果换成你贺锦丽当选的话，以色列就要消失。所以他们互控在这场战争当中，这个对方都会要么使乌克兰消失，要么使以色列消失，这样子在辩论场上的一个交锋。而坎贝尔呢，他是讲说这是北京的问题，北京一直在跟莫斯科提供非常实质的帮助，我一直把一些潜舰啊，或者导弹啊、军事技术啊，俄罗斯这样子交给了中国大陆了。那中国大陆呢，也是协助俄罗斯来提升军力哦。所以拜登现在也很头疼，他在讲说到底要不要提供给乌克兰长程飞弹，他说正在努力当中。现在看起来好像这是不是一个拖字诀啊？反正先赶快把问题甩锅给中国大陆，就不是他的事了吗？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呢？现在这个整个乌克兰的战况啊，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乌克兰如果没有这个外援的武器的话，它很难以为继了。所以你看这个泽伦斯基居然讲说，所有的协议必须尽快实施，感觉好像跟我们台湾蛮像的，买了武器结果都没有看到，都没到，对。而且他说9月需要的东西必须9月份交付，可见现在战场需要的东西有些东西还没交嘞。对不对？你不管是德国啊，或者英国，还是法国，还是美国，你答应的东西没有到，那你怎么办？你这个前线乌军的，我们现在的状况啊，听说他们的那个逃兵的次数非常的多，你知道？现在光被军法审判起诉的逃兵人数有1.9万人。乌克兰整个大军也不过60万，有将近2万人逃兵了。这个逃兵是很严重的啊，逃兵就表示他对这个战争没有信心啊。对，虽然我们相信乌克兰人保家卫国的决心啊，可是为什么这么多逃兵？那另一个现象就是说，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在前线的这个调防现在您到了第一线，你可能20天下不来。然后呢，你看长期在那个战争的那个威胁下是很恐怖的你也不能回下来洗一个热水澡啊，吃点热餐啊，你就要在那个战壕里面待个10-20天。这个对士气也是损伤蛮大的。那现在本来认为就是说，看这场战争是谁拖谁的问题。现在看起来这场战争，其实我觉得就普丁来讲的话，他不但拖住了泽伦斯基，他也拖住了整个欧洲。你知道，就德国来讲，这场战争已经让德国现在最大的一个右翼的党派叫另类选择党，现在已经变成德国第1大党了。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造成德国本身的这个内部的政治已经走向激烈路线了。那这个欧洲很多国家的内政都已经变了，像法国，以前那个国民阵线根本就是小党派，现在是法国最大的党派了。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普丁他这场战争已经改变了欧洲国家的政治，现在正在影响美国的选举。你看川普你看这个贺锦丽跟这个川普辩论的时候，谈到这2场战争的时候，他们2个人的观点是如此的分裂跟分歧。
也就代表这两场战争对美国来，尤其俄乌战争对美国来是有分裂的效果的。所以到底这个战争拖得久对谁有利？是对普丁有利呢，还是对美国还是西方有利？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怎么过了那个点了，看起来是对普丁有利了。所以这个战争真的是变化多端了。好，来请教舰长。刚刚大使告诉了我们，也就是现在乌克兰的逃兵很多。那乌克兰的逃兵很多嘞，那问题是它反映另外一件事啊，也就是现在第一线的部队它不同意和谈。那他为什么不同意和谈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波兰的波兰电视台它所公布的，也就是现在呢国防预算耗尽了，然后但是乌克兰它面临了薪资危机。补上了，但是这个补上告诉我们一件什么大白话呢？我们看看他的士兵的薪资到底是多少钱呢？是4400块的欧元。那4400块的欧元合计新台币的话是156226元啊。那也就是他如果说现在停战了，他现在回到他的家乡。他赚不了那么多钱，而且他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来进行重建，那个是更累的一件事情。那而且老兵已经适应了战场环境，可是这些新兵为什么？这些可能要入伍的新兵为什么不愿意？因为他完全不熟悉。你看过一部电影《阿甘正传》，他告诉大家说，一个刚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一个军官投入战场，他能活的时间不是以小时计，是以分钟计。为什么？因为对于战场的状况完全陌生，等到他还没熟悉，已经阵亡了。那另外，我们讲到以前的那个印太沙皇，现在的美国国务卿那个 Kurt Campbell， 他讲到说，这一个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它的不断呢，透过这个潜舰以及飞弹的这个技术来进行交换呢。那其实我们应该要这样子讲啊，其实这个是当初中国大陆向俄罗斯采购的 Kilo 级潜舰的时候，他就已经学得的技术。因为中国大陆不只是学习而已，他还做研究，不然我怎么会拿出这么多的论文呢？也就是他不断的研究得出来的心得，然后改变自己的，无论是现在我们传闻中的095的攻击型的潜舰，或者是096的战略飞弹核潜舰，全部都是如此啊。那欧洲的军力现在已经变成什么样？我们看看英国，英国现在新一代的这个45型的巡防舰应该有45型的驱逐舰有6艘，但是实际上只有2艘可以用，多可怕的这种军力啊！其实快要比台湾还不如了。来请教盛峰哥。这样子，我先把川普跟贺锦丽的辩论涉及到的部分谈一下。这更可以证明我上一节所讲，这根本就是一场政治的娱乐秀。很简单，川普上了，乌克兰不会亡；贺锦丽上了，以色列也不会亡。但是他都告诉你，川普上了，这个乌克兰亡；川普告诉你，贺锦丽上了，他们会亡，都不会亡。那为什么要如此的夸张呢？因为他们都在应付那一个题目的几分钟。他们不是要解决国家的大问题。你看我就看川普这一次的这个应对里面，他的3板斧啊，3招打遍天下。第一招，要是我就不会发生，这是第一招。第二招，我选上这个问题马上解决，第二招。第三招，你们觉得那么好，为什么你不做？这是拜登，你们为什么不做？这3招。那你看，治理国家就真的这3个东西吗？但是事实上，这就是今天的美国。那从这里再拉过来，连这么残酷的这一个战争新闻也是娱乐化。我本来很想反讽的讲的，莫斯科快完了，乌克兰已经打到莫斯科了。你要是把过去所有的对乌克兰的战争的报道，你把它拿开。昨天我还看到报道，还在国内的新闻里面讲的什么，在顿巴斯，在这个库斯克里面了，现在已经打到什么程度了？
啊，打到说这个俄罗斯已经被多少人被消灭了？因为海马斯的武器啊，有多强又多强，是吗？我说很简单，只看一件事，看到普丁今天悠悠哉哉的在世界各地啊，还在来窜着走，再看到泽连斯基天天喊救命啊，你告诉我输赢是怎么样子？但是在我们看起来，我们真的有得到真实的消息吗？但是有一点，不管怎么说，不管这场战争的结果是要本来想压垮俄罗斯的，俄罗斯没有被压垮。本来美国跟这一个欧洲啊想得到什么的，好像也没有得到。但是有一个人绝对是最大的损失，那个人叫乌克兰。到现在不知道明天该怎么办，这一场仗该怎么收拾？你想一想，台湾不小心，难道不会变成乌克兰吗？有一天变成了战火，然后却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每天活在那个假的胜利的新闻中来自我阿 Q， 但是每天这一种宝贵的生命啊、财产就这样子沦丧掉了，这个才是我们要关心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马上来关注一下华为是不是开启了3折机的时代哦？现在根据最新我们算到今天中午12点为止现在手机预约的人数已经到了快要500万人啦，吓坏人，491.4万这样的一个最新数字，还是算到中午12点还不是算到刚刚2点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已经破500万了？真的是非常的惊人，这样子的一个非凡大师，而且你看这个动辄最高规的是要人民币23999元真是太疯狂了。那当然，昨天很多的这种影片的直播啊，或者是新闻的报道啊，都拍摄到说，在这个华为的门店有大排长龙的人潮。我们立刻来看一下非常非常多的人都选在这一天，然后去到了华为的旗舰店也好，门店也好，要去亲眼看一看3折机是什么样子这就让大家想到说，当时 iPhone 一开始推出来那种划时代那种感觉，大家想要看看完全没有见过的一个新的科技性的新品到底是怎么样。我还看到有店员拿着白色的手套，然后小心翼翼的把3折机放进了展示柜当中，然后旁边这个围满了人，这样趴在玻璃窗这样子要看一下里面华为3折机到底长怎么样，大家都想要争先目睹这一刻，这真的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那他们就讲到说这个 XT 的 T 呢，其实就是指的有3层意义。我们看余承东讲T 就是3折，就是 3， 还有这个尖端的科技 Top， 还有未来的趋势 Trend， 所以它是3个 T 这样的一个意义那它就是一般人想做但是做不到的产品其实有人说要反向思考，它叫做可以折起来的平板，而且还可以打电话。对于高阶人士来说，他并不想要平板那么大，我要因此拿一个大包包，我小小的一个随身包就可以放得下一个平板。对他们来说，他们才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瞄准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那中国大陆呢，其实现在很多人就讲说抢不到甚至还有转手价已经炒到了人民币9万块都有所以这真的是非常的轰动。但是呢，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就几家欢乐几家愁。华为这边哇，人潮满满，那另一边刚发布 iPhone 16的北京三里屯苹果旗舰店呢，却是这样子冷冷清清。人家讲说哇，真的是反映出来被逆袭了，苹果现在在大陆市场真的是不香了，就连苹果的员工都跑到华为那边去看发布会。我们来看看画面网友在讲说又是遥遥领先了。你看到这个苹果的店员还穿着这个制服就跑去看，很认真的在看华为的发布会就是因为在隔壁所以他们就是跑过去穿着制服，不管那么多了，去看看华为到底发了什么样的惊天动地的新产品那联合早报他就讲说，不论是华为或是苹果，其实这是一场品牌影响力的较量。CNN 也讲说，现在目前最新的数据显示出来，华为智慧型手机
已经这个直接影响到苹果高阶市场在中国大陆这个市场的占有率的表现了。那再来，除了华为跟苹果的对决之外，你看到美国众议院现在竟然投票禁止大疆无人机甚至呢还要来限制宁德时代。那毛宁回应了，他说坚决反对这样子歧视性的措施，然后无理的打压。那美国的这些参议员就讲说，他们这个因为看到中国喊出2025制造嘛，所以不能掉以轻心，现在就必须要开始限制，因为大陆已经在4个产业成为了世界第一，5个产业已经接近了目标，已经要被超车了，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制裁的大棒紧箍咒又要扣向中国大陆。但是真的有办法禁得了吗？你看看之前其实不是也是喊的雷声大雨点小，说要禁止大疆吗？就后来发现用自己的无人机飞不上山顶所以赶快取消了，要禁又禁不了，这次又是喊喊而已吗？还有呢，会不会伤到他自己马斯克之前也是跟宁德时代，他特别4月份出访的时候去看了宁德时代的老板碰面因为他是这个特斯拉的主要供应商，福特也是跟宁德时代是战略合作伙伴，所以你去禁宁德时代，会不会反而自己伤到自己美国的企业呢？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其实这支3折叠手机是全世界首创，就是说它这个可以把它打开以后几乎比我们看到的 mini pad 还要再大。那3折叠手机过去它技术上的问题就变成你折3折的话，你会不会太厚？对。它重量会不会太重？那这么大一个，可是现在看起来，我看了很多网上的这个机子片，它非常的薄。有人比较过它的三折叠的厚度跟2折叠几乎一样。所以它就做得非常的薄。那这个就是它成功的关键，因为你3折叠，你如果太厚的话，人家还是不好携带。对。那这也就是说，他们这个华为的宣传就是说，你可以把一台电脑。就是说所谓的 laptop， 就是说你一个手提电脑，你可以放到你口袋里面，也就是放到你的不是袋子里是你衣服的口袋里面。对，因为很多男生西装就可以这样放进去嘛。对，商务人士那这个就是说，现在为什么萤幕要大呢？事实上，我现在所有手机都把萤幕越做越大，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使用手机时间越来越长。对。越来越长，你的萤幕太小，你的眼睛就受的影响就比较大。对，所以你越大的话，你眼睛可能你的你的吃力的程度就比较少，字也比较大，萤幕也比较大，伤眼的这个情况就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可是你大的时候你又不好携带。像我自己就有一个 mini pad， 我就很少带，我连 mini pad 我都觉得比较大，麻烦。我常常在外面就不带了。那你如果说是3折叠，打开又比 mini pad 还大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技术上的突破那所以就是说，可以上网上去看它的这个所谓的整个的它的工艺水准非常的高，我认为它是一个精品级的工艺。然后它的所有那个转折点那些金属轴承，做的整个都做的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精致。那还有就是技术上其实是蛮难克服的，因为你3折叠的时候，你通常另外2个折起来你有一个面，你就可以当一般的手机用。可是你要打开第2叠变成2折叠的时候它的萤幕立刻就变成2折叠，在那边平均的这样子分布起来。3折叠又马上就变成3折叠，这个中间的技术是蛮难的。那相对于就是说，我们很多都是苹果的，我就是用苹果的我从10用到15，我都觉得没有升级感。对。那现在15到16看起来还差不多嘛。对不对？而且 AI 的话，台湾它那个 AI 功能的话，我们在台湾版本的也没有。对。所以这个2个手机真的是一个是新时代的手机，一个是旧时代的手机，差距很大。好，来请教顺峰哥。这样子这个手机我们简单，因为我们用心研究过就知道，这个苹果的智慧型手机就是因为摆脱了手机的一个重要的功能，那就是除了通信之外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小型的电脑。对。所以把过去就打败掉了。那因此呢，苹果领先，大家是跟着苹果走。但是，一直到了华为的这一个呢，Mate 60开始是走出了另外一条苹果要不要跟的痛苦的道路。而这个里面呢，出现了华为跟苹果在整个的产品思维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华为的思维是从使用者的角度来看。举个例子，我们用的手机再怎么用到最后最困难的地方是我最紧急需要的时候，它是没有信号的。所以
用什么来解决？用卫星电话来解决。这从人的角度来看，因为我们可能碰到那1/1000，而那1/1000就是我的生命之所在。我的第二个呢，就是说华为这个时候他用的心在这个 Meta 70开始用 AI 进来 ，AI 大家知道就是它放在哪里？它跟苹果不一样。等一下我会跟你讲，它是放在大家最喜欢的照相。你今天发现你的苹果、你的手机放在你的手里，照相是不是你手机很重要的功能？照相是一个很重要，所以他把 AI 重要的条件里面放在这个照相里，符合大家的需要。第三个，现在我们看手机，我们现在干什么？除了刚才通讯啊，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重要照相，第三个就是看文字、看剧、做游戏，所以相对萤幕就要很重要。因此有2折的，那2折的又到了3折，这个全部从谁的角度来？从人使用的角度来看。可是别忘了，苹果呢现在一直追求的是什么？追求的是我创新的角度送给你，是从我的角度，你看我有 AI，你看我有什么，就我用我的角度给你，用我的研发的角度给你。所以一个是用使用者的角度，不断的在创造新的产品出来。苹果当年的成功就是从人的角度使用。现在苹果会落后是在说，在他不愿意跟着这个华为走。华为有了卫星，那他要不要有？他有了不是很丢脸吗 ？OK， 把 AI 放在这个照相里，那不是跟着你走也很丢脸吗？一样的。现在他要不要出3折？有没有？他现在也很痛苦，除非他能够赢得他更多。所以在这一个情境里面，告诉我们，这是双方在整个的科技竞争上已经展现了不同的领域在做蓝海的竞争了。输赢是很有意思。最后我要讲，美国的国会定了这么多法，算了啦，他就像当年的皇朝啊，皇帝啊，以为下个圣旨，世界就会改变一样啊。他们以为定个法，这个呢，中国就会垮的一样了。再定，你有本事就定吧。对，苹果还以为它继续卖品牌还可以再卖得下去哦，但是现在大家看的是你的功能到底有没有划时代哦。我们来问一下舰长。我们常常讲啊，也就是领导品牌是由谁决定？以前领导品牌是由消费者决定，但是从 iPhone 这件事情来讲，领导品牌谁来决定？对不起，华为来决定。为什么？因为华为赢你啊！而且我们大家用 iPhone 手机，你是怎么用？你是这样用啊？你这样用是什么？就是以前啊，这些臣子向皇帝报告的时候，那个护板你是这样用。那现在是什么？现在我们看3折手机，拿的是什么？拿的是奏折啊，是皇帝啊。那也就是说，你是要拿3折手机当做变成自己是皇帝，还是要像刚刚小舰长一样拿的是护板嘞？这个其实很有才啊，奏折来的概念。对，奏折来的。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啊，这个是有买到的，或者到专卖店直接去看的。他叫非凡大师，那当然，这个非凡大师他的解析度不是小舰长的一张手板可以解释的。但是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消费者，他直接的看窗外的风景，就非常的清楚，他的解析度非常的明亮。